你们谁呀？警察！组长，各组已就位，搞敌我控制，大门口监控已关闭。1组、2组从正面进入，3组负责封锁所有进出口。收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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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注意，嫌疑人具有一定危险性，可能持有武器，大家注意安全。哎哥，大门口信号咋没了呢？老贾，你看一下大门口那个监控咋回事？没画面了。少天哥，线路出现了问题，正规警务长。哪里有人？跟杨大人。查班，请配合工作。把所有的监控拷贝带回专案组调查。别动！出手不逃！别动！老贾，咋回事？你监控咋回事？老贾，看一眼。 不是凯哥！啊！怎么干了？不重要，说了，他才不了了，不管了，快活动，赶紧！警察来了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警察同志，他们从这个门出来了！叫救护车，解救2名人质。发现可疑人员，向垃圾回收区域逃离。收到，2组立刻支援，无人机监测回收区全部出入口，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汇报。 别动！站住！坐下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坐！站住！下来！站！站！别动！别动！站住！站住！不动！ 见真相而查，咱得救了，政府来救咱了。戴东明，你弟弟在隔壁已经全撂了。 你还打算扛着吗？不信是吧？这你弟弟招的。你们俩受熊磊指使，杀害雷广发并焚尸，绑架拘禁周彪，暴力殴打邵小燕，并威胁他人作伪证，还有杀害乔振兴，并抛尸永清河。不管你配不配合，交不交代，这些材料够判你了。你以为熊磊救得了你吗？他跑了。 他迟早也会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，没有人逃得了法律的制裁。你现在交代，还算你主动配合认罪。你要是为了这个熊磊还死扛，我就没什么跟你说的了。你考虑考虑。你等会那个，我问一下，如果我交代的话。算立功吗？为什么杀害乔振兴？你刚才提到，熊磊，其实他本名叫王大有，10几年前他就在万海的矿上开枪杀过人。当年办他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就是乔振兴。后来他在监狱蹲了有1年多，就弄了个保外就医，就出来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。 搞了一个假身份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了熊磊。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，直到几个月前，熊磊去程子健的律师事务所，刚好碰见了来办万海案的乔振兴。
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怎么了？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您是？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。乔主任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总觉得这位先生有点面熟。是吗？有缘啊！这是我一客户，熊总。哦，你好。你好。熊雷也认出他就是当年办枪击案的检察官乔振兴。这个人不能留啊！万一真要是认出来的话，这就是个祸害。他说，就得把他办了。在万海案开庭当天，我们以万海案知情者的名义，说手里有关于万海案的新证据，约他单独到中兴路的金海歌厅见面。哎，老黄，你先方便吧。喂，老黄，你在忙吗？老黄，我们看到他在打电话，以为他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，我们就扑了上去。乔主任，走一趟吧。乔主任，还记得我吗？我是王大勇啊。乔主任，今天啊，请你来呢，想让你帮个忙，给我录个视频。什么视频？你看一下啊，嫂子，你女儿。好像正在逛街啊。哟，巧了呀，你女儿正在给你打电话呢。你要是录了这个视频，你媳妇跟孩子就能回家了。要是不录这个视频的话，你媳妇和孩子就回不了家了。我叫乔振兴，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。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，我也活不下去了，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。乔主任，谁让咱俩又碰上了呢？谁让你又认出我是王大勇了呢？妖怪就问你命不好。我们接到一个举报报告，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终收受巨额的贿赂。害怕这份就对了，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。他这么做是在保护你们，小梅，你就认命吧。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，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。在死者的肺泡当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，推推了是溺水死亡。
我说道说道，哥，你揣着3本护照还都是假的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哎呀，洪亮，哥错了，犯错误了。作为一个公职人员，我不应该去买假护照。我确实错了，违规。我也不瞒你，我想去趟香港，给孩子上个保险。你像这种事儿跟组织说，他不会批我。再说这个事儿我也不能跟别人讲。哎呀，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说起来，我真的谢谢你呢。如果要不是你拦着，我就是错上加错呀，我这个错误就犯大了。不用谢，咱俩扯平了。嗨，我相信孙局，你一定也明白，说我们今天请你来，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3本护照，或者说你想私自出境这个事儿。前2天呢，有这么一个人，哎，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，啊，他指认你了。他呢，你应该很熟悉，是你的老部下，他叫江红军。啊，你不用再说了。他咬我了，是吧？这么说吧，你们要是没有真凭实据，你们也不会抓他。如果他不咬我，你们也不会把我请到这里来。但是，我想问你啊，洪亮，你觉得哥是这种人吗？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，多不容易啊！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哎呀，当领导的总是领先一步啊！老书记，对不起，让您久等了。嘿嘿，好在早到晚到，不差事儿，我们还能在一起看风景啊！老书记，当年东平一别，到现在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？10多年了吧？我们都老了。我是老了，可您看上去还是风采不减当年呢。当年我还以为我们从此就各行其道，老死不相往来了。山不转水转，这说明什么啊？老书记，说明啊，咱们这是有缘分的。可是不管怎么转，猫还是猫，鼠还是鼠啊。李总啊，人老了就要服老，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活法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们的路最好还是让他们自己走。啊，我听说于总弄了个庄园，养马种花，锦衣华食，这样颐养天年很好，知足常乐吧。这小远跟你说的吧？说起江红军，这个孩子本质还是不错的，啊，非常好。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的829大案？那个犯罪分子那当时多嚣张，拿了2把自制的5连发呀，背了几百发子弹跟我们对射啊。那天是我出的警去逮捕他，我一脚就把门踹开了，那个子弹真的就在我耳边往后飞呀。当时江红军突然间就把他给扑倒了。江红军就是因为这个立的2等功，回来之后我们给他提了大队长。那就是说，其实孙局你对他还是很认可的。那当时非常认可的。那你分析哈，因为你熟悉他嘛，这样一个民警是怎么能够说一步一步走来走去，最后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呢？我坐的这个位置，你现在你还不能定性，
那是，他怎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呢？我这么跟你讲吧，他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长之后，他慢慢的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，这个社会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。说真心话，我对他交往了什么人，和什么圈子打交道，我真的都不是很清楚。听明白了，就是说其实你们俩，慢慢的私下的接触没有那么多了。那不管怎么说，就是你们俩当时啊，上下级一场也好，还是说兄弟手足情深也好哈，那他怎么还会说，坐到这儿，把你给指认出来了呢？这个，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当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。怎么讲？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，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太江湖，我想再锻炼锻炼他。当然了，这个事儿我也直接跟他讲，我说你不能这么江湖啊！你是人民的公仆啊，你是一个执法者呀，你不能总讲这个人情世故。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，他对我产生了怨恨，他甚至还会说，就是我呀把他拉上了这条船，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讲，我非常痛心。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，我都不予回答，因为都是诬告。老书记，我知道，您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什么？其实啊，这些年我也不太管事儿了。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！于天成，你别跟我装糊涂。你要是真想退休，就凭江源几句话你就不退了？你是什么人，我还不清楚。50%的利润，你就敢铤而走险；100%的利润，你就敢践踏一切法律。现在有了这个铜镍矿，我看你啊，就敢杀人放火。可是我要提醒你，现在不是10多年前了，党纪国法不容践踏。你要是再玩你们那一套，我相信你会连老本都赔进去。你还想再把我们家卷进去一次啊？我出事了！我出事了，妈！我开车撞死人，怎么办啊？你个混账东西！你哪来的车？啊！谁让你开的？喂，我于天成。你儿子把人撞死了，醉酒、无照，再加上撞死人，江书记，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。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，您赶快过来吧。我还没有报警，你现在过来，江书记，人可以算是我撞死的。于天成，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，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。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？怎么，江书记，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了？啊？你们过来就都明白了。
江书记，经过调查，肇事车辆的司机不是江远，您可以先带他走，后续需要配合我们再做个笔录。去，班长。老书记啊，什么新能源，哪是我这把老骨头能弄明白的？小远有知识，有雄心，想干一番事业，我真的只是陪着。还有万海的那个案子，你就是让我绞尽脑汁，我也想不出这种点子的。我的儿子我了解，要是没有你在背后煽风点火，他能这么干吗？他是让你给利用了。好吧，于总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干，才肯放过江远，放过我们家？老书记，谁放过谁呀？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，事情发展到今天，我们都收不了手。我和我的学生，包括你，早就被裹进去了，而且是被你们家江远给裹进去的，不是吗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江远在3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了。你那个儿子，你真的了解他吗？那，咱不能在半山腰待着吧？走吧，继续上山，啊！江书记，你可是真够狠的，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？你可以不接受啊，但是你要搞清楚啊，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，否则你就是杀人犯。监狱和离开东平，你选吧。我可以接受，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。别得寸进尺啊！开枪那人叫王大有，我把他当儿子，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，这样我马上就离开东平。警明同志打电话说要来汇报东平的政法工作，我想还是请张放同志一起听听。那2位领导我就直说了，东平接连出问题，给组织添麻烦了。
前几天我也是一时心急，就给张检和书记打了电话，一是想了解情况，再就是想更好的配合工作。确实有些唐突，前几天又出现了突发情况，我这个做下级的实在也是坐不住了，只好直接跑来找2位领导请指示。金明同志，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现在是雷声震天，你如果还在睡大觉，你不找我，我都要去找你。根据现在东平的情况，省政法委已经组织了专案组，前几天专案组已经进驻工作，这个你已经知道了。所以，希望你们提高政治站位，放下坛坛罐罐，严守办案纪律，密切配合好专案工作。蓝书记，前期的工作没有告诉你，是出于组织的决定，还有办案的需要。专案组已经对公安系统的2位干部采取了强制措施，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核登录。这个我已经清楚了。虽然我们按照中央、省委的要求，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，18大以来，更是从严管理、从重处分、高标准要求。可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，这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失职。回去我会向市委汇报检讨，接下来一定配合专案查办工作。金明同志，你有这样的态度，我很高兴。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能够取得成功。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，所以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，把纪律挺在前头，常抓不懈，久久为功。我们共同努力。我们顺着程子健这条线，摸到了陈胜龙以及天龙集团的所有信息。目前，天龙集团是东平市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，最近又开始涉足新能源产业，这就和万川矿业产生了联系。怎么说？天龙集团要买下万川矿业，当时管委会的副主任柳运还带着他去考察过，但是没有谈成。啥回事？就在咱们专案组到来之前。矿山事故发生之前。您接着说。15年前，他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判刑，坐了1年的牢。出来以后，他就去了一个叫大成矿业的公司做了业务经理。2年以后，成立了天龙集团。他这2年发家够快了呀，那他这公司就一点异常都没有吗？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呢，注册资本是1个亿，可我们调查发现，没有其他公司注入资金。完全是陈胜龙本人100%出的资，没学历没背景，他白手起家啊！还不止这些，天龙集团在东平一直从事的是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。东平好多的楼盘，有知名度的，全部都是他们开发的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都西山这个项目，目前是东平市最高端的住宅区。大都西山不是你之前去的？所以，我们对大都西山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，结果发现，东平市不少司法人员在那儿都有房产，包括孙飞、温琴、江红军，还有李仁俊，但落名是他的妻子柳运。这位陈总倒是对东平的领导都很上心啊，这都快给他建成家属院了。现在把焦点放在陈胜龙身上，黄老师，咬死他，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。2位组长，张检电话。散会吧。张检，我是郑亚萍。你好，我是洪亮。刚才严书记已经把专案组进驻的事情告知了东平政法委，你们现在已经转入阵地战了。也不用再投鼠忌器，现在应该尽快的撕大口子，快速突进啊！
不要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，防止他们相互勾结，订立攻守同盟，给我们的办案增加难度，知道吧？请领导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。好。领导，我今天回来了，你晚上回来一趟。我就在家2天，你看着办。不，我不认识什么徐家健啊。哦，那行，谢谢你啊，姑娘，没事儿，你忙去吧。啊，这没有了，我们厂姓梁的女工你们都看完了。轻工2厂有柜台吗？在商场？有，百货大厦、宁江商场都有我们的柜台。营业员有没有名单？这不归我们管，是我们工厂下面的商品公司，他们办公的地方就在楼上。那这样，你带我上去看看。啊，行，辛苦啊，不客气，辛苦啊。这。老陈，你把我清单拿过来啊。老陈，公安局的同志来我们厂了解一下情况。这我们办公室主任。你好，你好。给你打听个人啊，这个女职工姓梁，20来岁，有没有？20多。梁云。来说说情况。她吧是咱们这个百货商厦的一个营业员，啊，人呢长得挺漂亮，业绩啊一直他们在最好的。人现在在哪儿？我也很久没见了，听说是回家结婚去了。宿舍在你们这儿吗？他是在外面租的房子。在哪儿？我还真不知道。那行了，麻烦你了啊！不客气。好，行。这些是我们在旧下水道发现的，看着眼熟吗？这些都是女人的东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有邻居说，在警方到达医学院之前，你在用消毒水洗衣服，洗的什么？一件衬衫。你平时洗衣服只洗1件。还有内裤。是这些吧？不是，我洗的是我自己的男士的。几条？4、5条。4条还是5条？不是，这很重要吗？你对24、25号的事情记得那么清楚，反而对更近的事情记不清了。而且你说你平时很爱干净，为什么内裤要攒那么多条才一起洗？还有，我们在你宿舍发现了晒着的衬衫，洗完的内裤呢？那我记错了，我没洗内裤，只洗了衬衫。为什么前后回答完全不一致啊？你们反复让我重复太多遍了，我脑子已经进入疲惫期了。你说你只洗了1件衬衫，对吧？对。那为什么我们找到这些内裤的时候也是被清洗过的，也有消毒水的味道？你怎么解释？所有人都可以用消毒水洗内裤，这能说明什么？一般人不会把没晾干的衣服藏起来。你怎么就能证明是我藏的？这个包是你的吧？这是你们单位发的，发到你的时候正好缺货，于是他们又特意买了一个，外表看起来都一样，但只有你的包是广南箱包厂生产的。当然，这一点你并不知道，我们也是走访学校后勤才发现的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我要休息。理由？头疼，想吐。你们抓我的时候用了严重的暴力，我现在脑子一片混乱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。这小女孩吧，人还行，就是有点臭美。每天上班的时候啊，都化妆，这个高跟鞋也是不停的换。你知道她住在哪儿吗？住哪？这我可不知道。
我只知道下班的时候总往南走了。往南是骑车还是公交？啊，没有，他应该住的不是很远。怎么呢？他每天早上那个7点半起床，说都能赶得上我们8点的点卯，所以说他应该住得很近。如果你们要是见了他，让他赶紧把那个奖金拿走。会计啊，都催了我好几遍了。一直没结吗？没有，这现在小姑娘任性的，说走就走，连招呼都不打。还是过了2天，他们家拿那个东西的时候啊，告诉我说不在这里干了。他们家谁拿东西？老崔，你看看，这来拿东西的是这个人不？哦，对，是他，就是他。好，那这样，情况我们了解了，谢谢配合。哎，行了，耽误您时间了啊。哎，没有，慢走啊。哎，南边出租房，步行半个钟头不好找啊。半个钟头用不了，还得洗漱呢，还得买早点呢，15分钟最多了。15分钟也用不了，最多5分钟。每天呢化妆，穿着高跟鞋上班，你们不懂语言。对你懂。哎，怎么了？那个卫队还没结束。怎么那么磨叽？哎，完事了。他说他头疼，医生在里面检查呢。真会装。帮他治。哎，干嘛？他正愁装的不像呢，你要去配合他吗？明显是在拖延事情。我知道，所以一开始就不应该太轻敌。哎呀！我说他什么时候头疼的？那些女士内裤。涛，梁云家找到了。走。这一片比较老旧的小区，很多外来的人都会住在这里，因为它的租金比较便宜。这个嫌疑人一直住在这个1楼，已经很久没回来了。啊，这位是房东。进里面，开门。二哥，叫技术进场。一会儿到政务科把这2样东西全部登记一下，啊，是，把它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部要登记明白。叔叔，哎，干嘛去？哎呀，这不是医学院有2个保安说24号学校附近捡了一个包，还有一把伞，里边有一些女性的用品，还有什么请柬。24号啊，在哪儿捡的？平凉巷。几点？晚上10点左右。啊，让我看看。我怀疑呢，丢包的人很可能是目击者，要么就是跟薛家健有关系的受害者。清点时间刚好是今天，你借我用一下啊。哎，我还没记录呢。我晚点还你。今天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啊！放哪？哦，放那边去吧。啊，一定要把账记清楚了啊，不要落了人家的人情。哎，你好。哎，请问这是你们的吗？哦，对，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不用，新郎新娘在哪儿呢？
哦，他们在小包厢里面准备呢。那您带我去见见呗。哦，那行，可以，来，跟我来，来。佳佳，真是太搞笑了。小雅妈妈，有人找你女儿我觉得你这个好看，你下次教我画你这个吧。你这个，哎，您好，这里要稍微再上去一点。哎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包是谁丢的呀？哎，囡囡啊，这个包是你之前丢的呀？你好，哦，我是看见里面的请柬才找过来的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我们的呀。哎呦，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不客气。来来来，这喜糖不用不用不用，谢谢。我们走了。哦。哎呀，好看好看，马上就开始了，一会儿走路当心一点哦，太长了。哎，我们的囡囡就是漂亮。技术那边怎么样？刚进场还不到1个小时。叫梁云是吧？草字头的。这姑娘其实已经失踪2月了，这姓薛的是直接跑人单位，冒充他们家人，给人辞职去了。我们怀疑这姑娘没准已经出事了。宋哲，哎，你那情况怎么样？啊，我们把学校的空教室、实验室、仓库都搜了一遍，没有发现第一现场，包括凶器和其他的尸块。那你们呢？徐家健医学院毕业以后，就留在学校工作了。他在本地没有什么朋友，亲属也都在外地，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跑步。每天都什么时间跑步啊？晨跑也有，夜跑也有，有时候在学校里跑，有时候在外面跑，这就说明他很可能有晚上出去活动的可能。反正一会儿先看技术这儿，要有什么收获的话，搞不好梁云他们家就是第一现场。嗯，李沈，到。你们组长怎么没来？他出去补证了。薛家健那边交代什么？啊，还没有。你干嘛呢？一鞠躬，2鞠躬，3鞠躬。来，敬酒敬酒！哎，新郎给你们敬酒了，这是大姨二姨啊。吃好喝好啊，谢谢你们啊！哎，招呼不周，招呼不周啊！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你慢慢走啊！谢谢谢谢啊！真的是太客气了，下次再聚啊，下次再聚。哎，您好，我是市公安局的，我需要您配合落实一些情况，你看什么地方比较方便？走。这是我的证件。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，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吗？你放心，我们会保护你的隐私。但今天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，我希望你能配合我。
那是2月24号9点多，我坐公交车回家，下了车以后，回家的路上就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我。你说，你看到他戴了一顶帽子，是这样的帽子吗？是这样的。那是这个人吗？他蒙着脸，我认不出来。没关系。等一下，可以再让我看一眼吗？是他。你确定？你看，我忘不了这双眼睛。你看这个时间，他明显就感觉是不对啊。我应该跟导致一下。你看，这是干嘛的？哎呦，你赶紧的，你有徒弟有话跟你说。这几天我不是在调查一些薛家案的信息吗？整理的时候，我无意中发现一个规律，就是从88年起，每次割喉案出现后，他总是要离开宁江一段时间，就像是出去躲风头。当然了，也有可能这是巧合。不是93年到现在，他一直在宁江吗？不是，这3年他被派到外面学习交流去了，实际在宁江待的时间不多。现在也就是时间上有怀疑，其他方面呢？薛家健就不是左撇子吧？还有，88年他才多大岁数？医学院的学生，他能看出那么大呢吗？恰恰因为他是学生，没经验。哎，你先别慌，等顾开言回来，你们俩再去提审一次，也没准能问出什么来。顾所长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师傅，他来了。哎呦，你可回来了，去哪儿补证啊？我想找你。等会儿，那个人说谎了。嗯？谁？那个说在福安里看见薛家健扔垃圾的目击者，他说谎。哈？2月24号晚上9点多，薛家健正在平凉巷侵犯一个年轻女性，也就是说，他不可能同一时间还出现在福安里。哦，麻烦你先去找到这个2月24号遭受性侵的这个女性，咱们再来谈。我找着了，并且跟她谈过了。她认识薛家健？不认识，但通过她的描述，跟薛家健非常符合。当时他为什么不报案？因为他正在结婚，他不可能出来报案。好，我知道这不能成为直接证据，但是凭我的直觉，他没有说谎。哦，你在讲直觉是吗？我们不是一直在谈证据吗？
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这位女性没有说谎？也麻烦你拿出证据来证明说我们这边的证人说谎了，好吧？这样，你要不问问你的队员，他们有没有事先透露薛家健的信息或者是特征？可能吗？谁那天跟他在一起？我。但是我没透露薛家健任何信息啊。你听，你有没有说别的？我说。我说了句，你收拾了他一顿，才把他抓着的。你看。哎，老魏，你知不知道你就是明显给他暗示？我跟你说，你怎么说？别吱声，回队。我的任务收拾，我能不能现在申请再审一次薛家健？可以，我正好有个问题要问他。薛家健，2月24号晚上你在干什么？下了晚自习跑步去了。那天你跑了多久？8点到10点，跑多久我记不得了。顺着哪条路跑的？顺着河东滨江路，从观安巷交口，跑到了历城巷交口，从春光路回校了。你抖什么呢？手又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正常。你平时做手术哪只手拿抖啊？左右手都有。那天天气怎么样？来，你给我看看这手。给我看看。打开。你认识我？对。你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你不认识我吗？认识。到底认不认识？我以前不认识，我现在认识。什么叫以前？我以前没见过你啊。你没见过我吗？1988年你在干什么？对。 2月26号晚上你在干什么？1988年3月17号晚上你在干什么？1990年2月7号晚上你在干什么？1991年12月14号晚上你在干什么？还有1992年11月5号晚上你在干什么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装糊涂！我刚才说的所有的日子，都是你马上就要离开宁江的日子。你干嘛去？你为什么离开宁江？听不懂，装糊涂是吗？1988年的3月17号，电机厂院里的废料堆，你见没见过？我见没见过？1988年3月17号，对，我在问话呢。1988年3月17号晚上，你再想一想，你到底见没见过？对，宋树成你。哎，刚才他为什么没找？现在才找的呀，让咱俩出去一趟。 哎，我们现在查的是碎尸案，你问的全是88案的问题。因为我认为这2个案子很有可能是他一个人干的，这是密码事。你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？不管你有什么新的发现。哎，关联案件不可以交叉质询吗？可以，但前提是必须有确凿的证据。你有吗？我能不能在拿到证据之前，我先用88案推进一下我们的碎尸案？这是我的方法。你这个推法，你怎么确定你不会把案件往死胡同里推？你的目击证人撒了谎，那几条内裤也证明不了薛家健杀了人，还有那根骨头，从他的反应来看，他可能真的是一无所知。而且我找到那个女孩，她只是被薛家健强奸了，并没有被杀。请问这件事你有证据能证明就是他干的吗？有吗？我相信那个女孩。
我还是没有证据吗？我们俩是一样的，你说。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，时间一到就要放人，你不懂吗？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盯死他。对不起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你的决心上。这样，我知道您是预审，好吧，我听你的，你告诉我怎么办，我配合你，行吗？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。进来。我一猜就是你，啊，这气场还挺大呀你。窗户都给整开了，我还知道你想跟谁去干仗啊？敲门声带着呢呗。还行，知道现在自己该坐哪个位置上啊？那个脱氧核糖核酸比对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？你当吃饭呢？你想要什么，人家马上就给你端上来。放心吧，早都交给省厅了，我就等着这个。还有一事啊，还有什么事儿？这个不就88那些案子吗？刘胜奎那个家伙早都告诉我了，给我打预防针吧。怕我骂你，怕我批评你吧？你凭什么骂我呀？疑点都在这摆着呢。疑点没疑点还叫案子吗？没有案子要警察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啊，用88案来查薛家健这个案子，难度是可想而知的。你呢，能不能也换个思路，多方面考虑考虑？这是跟你姑娘一个模子刻上的。开言还跟你说什么？别瞎打听。反正我现在申请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走。第一，有没有可能把薛家健跟88案受害人指甲缝里的这个皮肤组织也做一个比对？啊，可以，但是啊，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啊。就说开言的意见吧，真的就那么对你没有帮助吗？没有。国平，我可不是在替他说话。那您替谁说话呢？你站住！开言说的对，我为什么不替他说话？我就替，滚蛋！怎么的？哼！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这点事儿让你们吵2回了。我们？你和那个男警官，我看出来你们好像之间有点分歧。是，你说对了。这个还记得吧？啊，你们之前说在我教室找到的那个股骨，这是一起杀人碎尸案的证据，就发生在2月26号。局长，你只管记录，有任何问题我来负责。我明白了，怪不得你们之前总共26号前后的事儿，但你干嘛告诉我这个呀？你觉得呢？我哪知道啊？你跟这个案子有关系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你说没有就没有，我们没有相关的证据是不会找你的。有人指认24号晚上在福安里看见你扔了一个包，那个包里装的就是部分尸块。你给我这胆儿，我也不敢呀。你之前口供说
24号晚上8点到10点之间，你在江边夜跑，对吧？按照这个距离，我们怀疑你是以夜跑为名，带着这个包去到了平时你很少涉足的福安里进行抛尸，然后再返回江边，这时间上完全来得及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剩下的尸块扔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没干。那些内裤都是从受害者身上得到的吧？是不是还有其他受害者？你是不是都把他们分尸了？我跟他们都不认识，我干嘛要杀人啊？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2月24号晚上8点到10点之间，你到底干什么了？我在平凉巷。谁能证明？有个人可以证明。他是谁？一个女人。我对她做了不好的事。